大家好，我是 ET， 我是好，今天要来开对战搭档。但这一次应该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起诉跟莉莉爱吧，两个女角。莉莉爱上一次出是日月，是3年前，但是在日版呢，上一次出莉莉爱已经是5、6年前的事情。最近一次出的卡牌是那个日月神 Tag Team， 就是有小幸运进化的2只宝可梦嘛，都是莉莉爱的宝可梦。对啊，这次没有出那个宝可梦，之后可能会出吧。我这边开始开了，哦，这个是赫普的打龙，比较不太重要的角色。你不能只要看到赫普都说他不是重要。赫普比较重要的角色就是古月鸟、卡比兽跟苍响，刚好就不是他这样。赫普的讲究所在，非常强。附有这张卡的赫普的宝可梦使用招式所需的能量减少1个无色的能量。那只宝可梦使用招式的时候，对对手的战斗宝可梦伤害加30%。它同时又能减少能量的使用，同时又可以增伤。赫普有几个蛮强的道具，它整体搭配都很好，但是怪普遍不太强，不然其实它应该会是主流候选人，但是就不够好。开到了这一次的一个新宝可梦玛基亚娜，特性是只要这只宝可梦在战斗场的时候呢，将手牌的能量填在宝可梦身上，就可以将那只宝可梦恢复90点的 HP。它的意思是特性或是志愿者或物品都可以。对，现在看起来不够好，但是之后如果有一些血量比较高的牌，然后它可以从手上填，然后它又可以换位比较好一点的话，可能是蛮不错的，但现在不够。这有一个新的场地酿光室，双方玩家在每个自己回合的时候可使用1次，从自己的弃牌区选择2个基础的电能量卡，给对手看过以后加入手牌。因为电镀蛙的特性是可以无限制的填电的，从手上配亮光的时候，它可以补充你的能量。来看一下这个8大碟，八大碟。这张牌最重要的点就是它很像 Pocket 的卡牌，有一只直硬币。零粉飓风掷4次硬币，出现正面次数乘以60，若出现2次以上，将对手宝可梦麻痹，最高打240。对，但期望值是打120，然后麻痹对方。麻痹就是不能撤退，不能攻击。对，但是进化或是换位就可以解除了。恩德索罗亚克，恩德索罗亚克有 AR。值得一提的是，这次 AR 有12只，然后有些是搭档的宝可梦，有些不是嘛。但是 N 的 AR 有2张，其他人只有1张。N 有特权啊？应该是有特权的。可是 SAR 大家就是一样的嘛，就是4个人各有1张 SAR 嘛。好惨啊，都不像 SAR。对。喂，他 SAR 搭莱西拉姆。恩的莱西拉姆出现了，超级帅的。如果他是搭恩德索罗亚克的话，他第一招是身上的伤害指数乘以20点的伤害。你自己身上有100点的伤害的话，就会打200回去。这个招式就是为了给索亚克学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索亚可以看到，索亚可以学自己场上 N 的宝可梦的招式。对，因为索罗亚克有280血，正常来说，如果不是玩一些一拳可以把对方敲死的牌的话，可能可以活1个回合，然后再反击。被打170就会把对方任何宝可梦给击倒。屠龙姐姐 EX。虽然说在这段大家不会想看到它，但它本身是一张还算堪用的牌。而且重点是因为土龙姐姐的小资可以抽牌，就是有一个可以把自己洗回去抽3张的那个土龙姐姐，是，所以你如果有愿意搭那个系统的话，你可以放1张卡，它可以打场上的 ES 宝可梦乘以60对方。他看起来像是专门来打猛雷谷的人呢，可以这么说，你可以这么说。他场上都是 EX 怪或者是怎么样的，对，而且他1个人可以打，然后他可以过一些有些宝可梦过不了的牌。比如说是麒麟旗，比如说是马拉菲，他都可以过那些他已经打不到或者技术打不到的怪。这边是新的物品卡，叫做调换票。很厉害的地方是，你可以数完你的奖赏卡数量以后呢，把这些牌放在你的牌库下方，再从牌库上方拿相应的数量放在你的奖励卡区。没错，这张牌其实意义上来说，是因为承认重球退了，它每一个环节内都至少会有1张让你的奖赏卡可以拿出来的方式。随机或怎么样不管，那它至少有1张让你有机会把奖励卡拿出来的牌。吼金王的 AR 如何显现它非常非常的大，就是他画了一个超级小的船。对，他把这些旁边的一些珊瑚礁啊什么的画的比较小一点，但是就是观赏性啊，我好说这张不是那么好用。他还是有画到他自己角色本身的设定，就是攻击力很高，但是需要能量很高，以及他策略费用很高，血量也很多。1阶宝可梦的小怪有240血。对耶，他们把宝可梦的设定做得非常的一致。可是他如果填能这件事情可以解决的话，其实他是蛮强的。他1个能量可以打50，所以他这样5×4=20可以打210。然后1阶的宝可梦240血，所以他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可怕的哥哥。来，这个招牌很重要，这是 Rapper 魔力场很重要。好，因为他在这个系列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如果你看到他的话，你会少1个保底。看到他就是最可怕的事情。对啊，所以可怕哥哥就是来乱的。奇数的电镀啊，它的特性电气流，在自己回合的时候不限次数可以将手牌的1张基本电能量卡赋予自己奇数的宝可梦身上，但它只能付给奇数的宝可梦。所以说这样比较封闭的系统就会让你的牌组没办法获得比较强大的提升，是因为你不能配一些额外的牌组。我开到了古月鸟了，古月鸟超级强，这段非常影响环境一张牌。会影响的原因是因为它解决了3、4奖励卡的问题。它是其实不用配赫普明单独宝可梦中我觉得最强的。浮躁喷吐，
若对手的奖赏卡张数不是4张，也不是3张的话，则这个招式失败。所以4张或3张都可以。对，然后它可以配我们刚刚的赫伯头带，就可以不用能量，可以打150。比如说你魔灵炸一炸，然后炸到3、4奖，用这个打120、150，然后去解决不够的宝可梦的伤害，或者是小奖励卡。然后对方剩1奖或2奖的时候，你用月月熊去打，刚好填补所有的空缺。前期就用含羞包加魔灵，中期就用古月鸟，后期就用熊。这里有莉莉爱的珍珠，这张超漂亮的，这个珍珠。这个有点重要。现在皮皮有机会进构筑，皮皮现在都是打工仔，皮皮的能力是可以让龙系弱超，所以他可以全打死多龙。但是它是2奖宝可梦，所以你会说，那我皮皮打1拳，那皮皮死了不是很亏吗？因为2奖换2奖，你就给他填这个，你的皮皮就变1奖，等于是你用1张奖励卡去换一个320血的怪。说到皮皮，你旁边有一只，没有，这是皮皮玩偶。皮皮玩偶，那它今天怎么会来这边？它有什么功能吗？这个其实是金枕，但我不想把它拆开来，我觉得我真的装不回去。好，这可爱。它这个有这个样式的，跟那个替身娃娃的，就是那个绿绿的那个玩偶，对我都有买。好可爱，2个都有买。刚才啊，小孩子有选择，我长大了，我可以都买。来，这个赫普的毛毛角羊，这个强的点也是在于它跟赫普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它进化的时候可以把一个对方备战帮工抓出来，所以你是不是放赫普还是没有关系。所以它是一个老大的概念吗？对，任意都可以抓。对，但进化当下就要做，蛮强的。来了，莉莉爱的皮皮在这边。非常的强啊，就是因为多龙关系才特别强。他在龙系复刻回来这个游戏之后，他就没有弱点，然后他的伤害是双方备战宝可梦的20再加20。好，这边有一个新的场地卡 ，N 的城堡，这一点重要。N 的牌应该都会放它，因为 N 有一个道具叫 N 的 PPG，N 的 PPG 就是 N 的宝可梦在备战的时候填能，然后如果你的索亚克在后面填能，填完能你上不去的话，就需要这个。撤退费用消除，因为你其他的帮助你的 N 的宝可梦都是撤退费用蛮多的，所以你会需要可以直接换位，城堡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可以不吃资源的。这个哈比兽超级强啊，超级强，赫普就一直加攻击力啊。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场上，自己的赫普宝可梦使用招式对对手的伤害加30，不是它加30，然后这个然后场地也加30，对，全部加90。场地也可以，没看到场地，没看到场地，但场地也加30。N 的索罗亚克来了。特性交易是在自己回合的时候将一张手牌丢弃，可以从牌库里面抽出2张牌。唯一的一招暗黑底牌就是可以学场上 N 的宝可梦招式。强点在于交易啦，可以抽牌的宝可梦都是强的。之前讲过嘛，你的打手如果同时兼顾抽牌或者填能其中一个，就会比较强，你就可以少做一个资源宝可梦帮你填或帮你抽牌。来了，赫普的包包非常的强，根本作弊，只是因为赫普宝可梦没有那么强，所以才没有那么强。这个 logo 刚刚没有很清楚看的时候，我以为是那个 MLB。对，它那个配色一模一样。哦，50。这也太运动风了吧！从自己的牌库可以选择2张基础的赫普宝可梦放置到备战区，并且重启牌库。哇，好强哦！但是超强实在太难打了啦，超强第1招可以，第2招不行，所以你可以第1回合后手就打。对方前面120，后面30，没有然后了。那你就找一些特填方法就可以啦。而且我觉得杀气没有，只用铝钢条龙，只能用铝钢条龙。对，但包包还是很强。包包，所以他被绑名了，他被绑架，他被赫普绑架。赫普的包包，他如果不是绑给赫普的话，应该其他人都超强。好，我这边看到奇数的霹雳电球，它的场上的奇数宝可梦的电能量乘以20，所以电多包可以无限制的填能，每只奇数的宝可梦都分散的填电能，它就可以打额外的伤害。比如说，如果你15个电能在场上，它可以打320之类的这种感觉。基础宝可梦其实血量可以打一个高伤害，是很强。哪一套牌你会最想玩吗？谁 N 吧 ？N 的吗 ？N 的系统？对啊 ，N 的系统看起来很强哦。不要问我的时候故意开这个好不好？我怎么知道？各位朋友，让我们一起迎接酷酷的奇数的电镀 YX SAR， 好赞哦！再问一次这个重点，以前有讲过，但我觉得你忘记了。好，请问这电动蛙眼睛在哪里？眼睛在这里。哦，不错不错。这个是假的，对不对？假眼，没错没错。假眼，我记得你说过。而且跟你说，这一代有6张 SAR， 比之前都多1张。有，先不要讲。好，先不要讲，先不要讲。有这个就好。下一个 PT。这是赫普的长项。第1招比较强，第2招比较难用，第2招4个呢。刹那斩对对手一只备战宝可梦会造成30点伤害，所以它加90就是120。然后黑点后面30，因为现在没有马拉菲了嘛，马拉菲退标了，所以后面的宝可梦一定会受到30点的伤害。小珍珠 AR， 这是可爱的，它旁边都是灌木丛，冬天会出现的这个。那怎么没有躲起来冬眠呢？它是冰系宝可梦啊，没有在怕冷的好不好？冰加地面的。来，这个扒手猫很快，扒手猫，它跟 N 没关系，它就很快啊，但它有冠名啊 ，N 的扒手猫，对，更快。好，坏在哪里？按杠，直播。为什么这次很
刚好上开花，服了。怎么那么多跟麻将有关的感觉？按杠还是按扛？按杠嘛，按杠。谈判对手的手牌，选择其中一张牌放到牌库下方。它可以配那个库瑟洛斯棋。对方手牌会是3张，然后看一张他要的放下去，他下有可能不会动。而且你还可以先看别人牌耶。对，但就是看才有用啊，不看的话就随便抽没意思。很酷啊，因为平常之前有一些物品卡就是随机拿这样。对，可以看就蛮重要的。大店海燕的闪卡，卡可能力就是把它身上一个能量拔掉，可以抽到6。这个在日本有特点 A 啊，但台版没有。我们最近一直被问啊，怎么没有附特点？台版就没有，不要再问了。大家可能看完。啥？好。是可布的大哥哥吗？你不要讲了，你干嘛？我一直喊莉莉安，你一直跟我可布的大哥哥。莉莉安跟 S R， 好烦呢。祭祖的莉莉安，先看是不是怪啊？这完了，压力山大，不是小刚就是可布的大哥哥。可布的大哥哥，可怕的哥哥，你啦，都是你一直去喊他啦，不行。他很台，有金项链呢。我就说他是 rapper 啊。什么 rapper 8+9吧？可是你这盒没东西喽，就把东西丢掉，有很可怕。你这盒没有保底喽。哦，有道理啦，我只要等冒配了，可恶哎！可怕的哥哥就是你啊！开好哦，可怕的哥哥。啊！我已经可以组那个 rap 团了。我知道为什么有没有不开心，我现在也不太开心。没关系啦，你开心起来都会这样。我们可以开始组男团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有2个了，现在2个 rapper，等下还差一个主唱，主唱等下就来了。唱什么再会中港路吗？我给你看这个顽皮雷弹，你刚刚看过了，但是因为我刚刚才抽到这个魔强人口，想要一起看。魔强人口跟奇数的顽皮雷弹，这个是同一个绘师画的、这绘师我是觉得蛮喜欢，后来有追踪他那个 GOTO 吗？对，画那个眷恋营的宝可梦的绘师，而且他最近才开始画的，眷恋营算他第2还是第3个作品在宝可梦上，他的风格我自己蛮喜欢的，这只比较像他风格，这个比较不像，他的自己的其他的绘制的作品都是大概这种风格，童书风格的绘画方式，会可爱。保底耶！啊，太快了吧！这只手好像是皮皮，但是不是 SAR。皮皮来了，是皮皮，跟这个手一样。对啊。好了，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皮皮。哦，但这个看起来确实是正常很多。没有，超强的真的超瘦。那个好像是怎么只有半颗人头在？不知道他干嘛，是神天爽。哇，你的厉害，真的很漂亮哎，超级无敌可爱。然后穿裙子，褐肤的毛变羊，这只很赞，因为它是可以放。还有毛变羊跟毛毛角羊啊，毛毛角羊是抓对方备战，很好。我觉得这个的赫普画的比较好，毕竟是侧脸，不用上全部的他。而且他这个画风会看起来比较对屁，我对屁哦，厉害的蝶结萌萌，哇，萌萌来了，这个在日本可贵了。天哪，厉害的 AR， 可是它只是 AR 哎，它很贵。对，所以我觉得它有卡套，你继续接着它。这张 AR 真的是跟 SAR 其实没什么分别，就除了卡片的边边比较亮亮的以外，人的大小那些的，对啊，都画得挺好。而且她的眼神呢，莉莉爱的眉毛画得真漂亮，修得真好。这个大伟力这张牌真的是很受喜欢，这个角色跟这个画风，然后这个绘师认的，上一个毛毛也是他画，跟彩粉蝶有点印象画，一个彩粉蝶，非常像照相机照出来的彩粉蝶，他画。保底好，人物只有2只。哇，主唱出现了，是小刚。啊哈，眯眯眼，这个跟雷杂这画差不多像。好烦哦，他现在跟可怕的大哥哥他们组男团了啦，人家是 XO， 我们是 XQ， 耶。说到这个，你如果会去想到说，哪个宝可梦是哪个角色所拥有的话，其实他今年开始出对战搭档以后，第1世代画这么多主角或者道馆馆主的宝可梦，大家就会期待说他喜欢的那个道馆馆主或者他喜欢的宝可梦会不会出卡牌，还是蛮让人期待的。今年有8弹啊，所以如果每一弹都会画一些这个搭档宝可梦的话，那其实是大家都会有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像下一代目前公布的卡图是利奥露莎跟凤凰，然后在下一代 SV10封面是板木跟超梦，疯狂了，大家都会想说哇，超梦板木，坏人有自己的宝可梦，太爽了吧！哇哦，这看起来像怪吗？这个手，这个黄色的是奇数的。这哪有手啊？这不是还很有黄色的边边要奇数的衣服吧？啊，可是我觉得什么有点 SR 的既视感。SR 的奇数啊？是吗？妄想的剑，你这个骗子！不是说好的奇数呢？哎呀，忘记三响是黄色的。三响啊，哦哟，三响跟奇数差很多还有白高兴一场。我们看很多 AR 的厉害，大概1/4啊，所以一箱开到3张差不多。
好，第4张，多一张，对吧？有了你说正常来说是3个，对啊。好，我们现在有4张了，哇塞，哎，其实还不错哎，我们开了一个斜牌哦，哦，没有啊，这个是波尔凯尼 SR 吧，好烂哦，我也看到了，来哦，文豪的保底，好不舒服哦。耶，波尔凯尼恩，各位朋友开到了一张酷酷的 SR， 来了是恩的索罗亚克，恩的索罗亚克帅耶！我觉得恩就是适合正脸示人的那一种，他侧脸反而看不到他那个帅感，他正脸很帅。恩的索罗亚克，虽然是 SR，但还是很帅。这张很赞。一箱会有几张 SR？它平均是2张了。对，还有一个2 SR 1金了，还有一个机会。平均你知道平均就是知道平均就是大数据，平均就是这样。平均就是这张看起来像。等一下，先不要看，是 SAR 哎，什么属性？什么属性？这属性看起来很不妙，看起来很刚哎，看起来不是啦，这个属性是龙啦，龙吗？龙应该是暴飞龙吧？啊，不是，是赫普，很棒哎，我就说刚嘛，我就说刚你不信，这张超想看起来很像大狗狗哎，而且是放大版的大狗狗，它可以把右边那个遮掉。它为什么比例？怎么是苍响啊？我的 M 呢？不会啊，我觉得很棒啊，我喜欢的，因为我是狗派的，所以这张我觉得很可爱。苍响，怎么是苍响？苍响有什么不好啊？明明就还不错。看到苍响这么不开心，是不是？好啦，跟你交换啦，我把我的索罗亚克给你啊，这样爽不爽？还蛮不错的。这样开心了吗？这样可以正常开了吗？好，我觉得开一桌。哎，你看，马上就是索罗亚了吧？这张超级可爱的啦。索罗亚也是正在讨摸的索罗亚。它这只手还抓在他手上哎，狐狸是犬科的吗？狐狸是犬科的吗？狐狸是猫科的吗？狐狸是狐科的吧？没有狐科、猫科或犬科。我这盒还有一张 AR 的空，爆配，这盒已经开了一个索罗亚。对啊，有些爆 SR 没什么了不起。来吧，是怪进化型的。哦 ，SAR 第3张 SAR， 它是 SAR。那有好吗？我知道啊，还不错吧，很帅啊，还是很帅。好，这边暴飞龙 EX 的 SAR， 他就是帅。又是一个萌萌。太多了耶，5张了耶，5张小色啊！哇，那能来一张奇数的 AR 就好了，我要看。又是6张哎，这一箱有6张莉莉爱。对 ，Oh my god， 2盒1张，到底在干嘛？这都等组一个超大女团的 AKB48这样啊，这个颜色好糟啊！来吧，这颜色一点都不好。来吧。放在镜头前面看， 2阶完蛋了，暴飞龙，这看起来暴飞龙，粉红色的暴飞龙，开完了，这就是我们一箱的对战搭档开到的东西。开到3大 SAR 还是不错啦，通常是会配到金卡，可惜没有开到我比较喜欢的索罗亚克 SAR。没关系啊，你有一张索罗亚克的 SR， 我可以跟你交换，我跟你换了我的苍响。苍响我是不太喜欢，我喜欢啊，我觉得很可爱，像一个大的就不好啦，当然有开到奇数也是不错，奇数电动蛙也是蛮被喜欢的，然后跟一张 SR 的皮皮，跟6张这个萌萌，对萌萌，但是一张大店还是没开到，这比较好笑的地方。所以一堆莉莉爱，其实全部拿起来看起来还蛮壮观的，都是莉莉爱。新的纪元还是有很多值得挑战的地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开到什么好东西哦。我是ET，我是文豪，我们下集再见，拜拜。